凡事都有因，都有果。在生命里面也是一样，你要把一颗种子播种下去，久而久之，经过培养，你就会收到这个果实。我们不要说怎么没有好的成果在我手上，那是因为我没有种下这个因。接下来，我想请我们北加州的义工大年，为我们分享一段他的知福与感恩。在我练功治病1年多来的过程中，我得到了师父、义工，还有家人，还有我的亲友非常多的恩惠，心里一直想有一个机会来表达我的感恩。今天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。我来自加州，我今年33岁。在我30岁的时候，我在创业，在自己事业刚刚起步的时候，我很不幸得了重症肌无力。在目前医学上，重症肌无力还是一个没有办法彻底解决的病症，医学束手无策。又由于自己健康的理念匮乏和自己的无知和自大，不注意自己的身体，在有病的时候仍然在挥霍消耗，终于在1年以后，重症肌无力从眼肌扩散到全身，四肢非常虚弱无力。我记得有一天我在家里洗衣服，发现我连离开洗衣机按钮的力气都没有了。我当时我的心情非常的无助和惶恐。我在想，今后我怎么面对我的家人、我的妻子，还有未出生的孩子，还有我正在起步的事业。我当时真的是很无助，我不知道怎么办。这么早就失去了正常人该有的工作和生活的能力，我怎么办？但是幸运的是，在我全身型肌无力的早期，我就遇到了我人生中的贵人、恩人，他把我引入了生命自救功法这个法门。从此，我因祸得福，我的人生、我的健康开始走向一个正向的方向和结果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我练功的第1天的情景。那是在2007年11月的一个星期六晚上，我的妻子怀着6个月的身孕，开车带着我到了 Fremont 练功站、练功点参加读书会和学习自救功法。我当时神情非常沮丧，眼睛没有神。当时正在开读书会，有一个学员正在分享学习生命自救功法以后的收获。金老师非常热情地邀请我加入读书会，让我自我介绍。当我自我介绍完以后，金老师说了一句我一生永远不会忘记的话。金老师说：“大年，当我看你走进家门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有福的人。”这句话我会记住一辈子，我现在还一直记得。我经常会想念这句话。我当时其实隐隐的能感觉到，生命自救功法对我有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意义。我的人生也许开始出现转机。在以后1年半多的练功治病的过程中，我身心取了很大的变化，我的身体障碍渐渐的去除了，渐渐的培养起正确的健康观念，同时也渐渐的修正了自己不好的心性，
使自己的身心一步步走向健康，也慢慢能体会到有福对我的含义。我渐渐了解到，得病并不是一件坏事。对我而言，我得了病，但是我通过病知道了生命自救功法这一个法宝，我是因祸得福。首先是我的身体，大家可以看到我现在很健康的站在这里和大家分享。但是在我生病的时候，我不是这样子的。大家应该不会想到我第一天练功的情形，金老师和赵坤都可以做见证。我第一天就摔了2次，第一次还在教功的时候，1分钟不到，我就摔在了地毯上。后来在外面的练功棚里练了不到5分钟，我又摔在地板上，这次摔在的更重，因为是水泥地，而且这个声音可能把当时大家都吓到了。我记得很深的是，我摔在地上，想爬起来，但是我手没有力气。就在我觉得非常无助的时候，有位好心人走过来，伸出手把我拉起来。这就是赵坤，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幕。我当时就暗下决心，我现在跌倒了，我以后只要我能站起来，就一定不让自己再倒下。我做到了。在暑期实修营礼拜3，我和大家非常高兴的去爬了石头山。这对我的身体是一次非常大的考验。在爬山之前，我心里还有一点疑惑，但是跟大家非常快乐爬到山顶的时候，我的心是多么的喜悦，感觉我的身体就受了洗礼一般。我根本不会想到，我做到了，我以前根本不想做到，没想到可能的事情。现在我每天都可以练功3到4个小时，我再也不用怕我会摔倒，我会肌无力。肌无力好像已经离我很远，已经不在我身上。我现在能感觉到的是，我越来越有力量，我的身体越来越有力量，我的信心越来越足。我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是我观念上的成长。从小到大，学习、工作、生活，一路下来，其实累积了很多观念，其中有很多是好的观念，但是也有很多是不正确的观念。但是在自己的意识上，并没有认为那是不正确的。一直等到自己有病，才突然警醒，开始反思为什么会得病。从医学上讲，病毒可怕，但实际上，错误的观念和无知更可怕。它就是健康的真正的杀手，最大的杀手。正确的观念是最重要的。而正确的观念从哪里来？谁能提供给你正确的观念？自从去年9月份开始，我就不间断地听师父的开示。我慢慢了解到，师父所说的话，是师父所教的功法，就是正确的。只要跟随着他走，自己的身体、自己的心灵就可以一步步走向健康。我现在还有很多问题，包括自己的身体，包括自己的心灵和观念。这次来到亚特兰大暑期营，听师父亲自来到现场听师父开示，感觉收获很大，更加意识到自己的缺点被凸显出来。我想这次我回去要好好的努力去改变这些不好的东西。
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是对我成长非常重要的2个开始，我至今不会忘记。那就是去年北加州分院成立的时候，师父亲自到湾区跟大家做开示。第一个开示题目还记得叫"人生不要留有遗憾"。第二个是师父在晚宴上讲的一句话，我一直不会忘记，就是说每个人心里都有一盏灯，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在生活、工作逐渐的这盏灯熄灭了。